Apple 今天新推出了新的 Apple Watch。首先我们要来看新的 Apple Watch Series 8，还有新的 Apple Watch SE。那我们看一下，首先 Apple 推出了新的 Series 8，还有 SE 第二代。然后呢，这一次最创新的事情是，它有新增的体温传感器，对女性的健康做更深入的支持。同时，它可以侦测严重的车祸。Apple Watch SE 有更优惠的售价，让大家可以来使用 Apple Watch SE 的核心体验。外形是没有什么改变，还是铝合金还有不锈钢两个版本。钛合金的版本今年就被取消掉了，跟以往一样，它还是有大尺寸有水险的功能，还有坚固的表层玻璃。这是声称说有18个小时的电池续航力，跟过去一样，它有心电图、跌倒侦测，还有排卵日的评估等等。这是比较新的是加入了车祸的侦测，这个车祸的侦测到256G 非常大的冲击力都可以感测得到。新的 Series 8和 Apple Watch SE 会在9月9号开放预购，9月16号呢可以开始供货，所以最早你9月16就可以拿到新的 Apple Watch。那么 Watch OS 也更新到了第9代，更多的表盘，更多的表带。看到这张图就是非常漂亮，有很多样的各种组合。这是 Apple Watch Series 8对于女性的体温侦测有做很仔细的感测。它有2个传感器，一个是在表层的传感器，另外一个是在背面的手皮肤的传感器。它可以侦测2种不同的温度，一个是体温，一个是气温。独特的双传感器能够捕捉手腕的温度，减少外在环境的和真实体温的差异造成的误差。传感器是使用5秒对手腕做一次温度的测量，侦测得到0.1度 C 的变化。这些变化呢都可以在健康的 App可以去看，对排卵日有做更深入的研究。比如说这边 App 里面你可以看到安排生育计划更方便，可以看到所有身体的各种温度的变化，它可以更容易的掌握你每个人的体温的变化，因为有这些更仔细的数据，知道你的身体温度有没有不规律啊、不频繁，或是经期过长等等的问题。经期追踪使用者都会收到通知，可以找到潜在健康状况的征兆。今年最新的就是车祸侦测，开发了一个新的先进的融合演算法，利用了新的 Apple Watch 上面的陀螺仪里面的加速度计，建立一个非常厉害的演算法。这个演算法呢是在 Apple 专业车祸的实验室中来进行动作侦测器收集，用客车的模拟车祸，可以知道说正面撞击、追尾或是侧面撞击，甚至是翻车。它也透过气压计啊、GPS， 然后还有 iPhone 的麦克风载入资料，了解这个车祸是怎么发生的，怎么样撞击的。当它侦测到有严重的车祸的时候，它会跟使用者来回报，震动啊等等之类。如果10秒内没有回应的话，就会自动拨打紧急电话来找到你的定位，通知警察或是消防组织协助你逃出这个车祸，甚至把你送医啊等等的。对于我们的安全是有很大的提升。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会有车祸，但是发生车祸的时候，它可以自动的帮你打119，可能就可以挽救你的生命。那这边有一些新的 Watch OS 9的功能，它还推出了国际漫游这个功能，无需额外的付费，全球有30家电信业者都可以使用，给你多一个原因去买 LTE 版本的 Apple Watch。对于心房颤动记录呢，这次更仔细的，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心房颤动的资料，首创了心房颤动记录。你的心房颤动不是只有通知哦，这次是可以直接变成是你很长期，如果都一直发生这个状况的话，可以让医生去做一些判断，能不能够得到当地的卫生主管机关许可呢？这边有100多个国家会陆续的推出，包括美国、澳洲、加拿大等等的，台湾可能就会比较后面一些。这是指南针的 App 还有做更深入的设计，比如说像是表盘的设计和数位检视，可以更大的放大经纬度的这些资讯、坡度的资讯，可以有更好的表示。再来呢，它指南针的航点和回溯，让你在越野，比如说你登山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你每一个登山的位置，然后可以重新的让这个路线重新再播放一次。接下来呢，新的体能的 App 给你更多区段啊、分段的海拔等高度的训练资料，给你比如说像心率期间、体能训练、配速等等。之后它会推出竞速路线，可以让你在铁人3项的选手呢，可以在游泳啊、骑行、跑步等等之类，可以自动侦测还有切换。所以你只要选择你是铁人3项，它就可以自动说你在游泳啊、在跑步啊、在骑脚踏车等等。它这次 Watch OS 9对于跑步的效率，它有做更多的设计，比如说像步幅长度啊、伏地时间和垂直震荡等等，它都会把这些指标把它放到体能训练里面的画面。在 Watch OS 9睡眠
连追踪有更深入的一些评估，比如说在加速度计、心率发出讯号 ，Apple Watch 可以侦测你的快速眼动期、核心睡眠期和深度睡眠阶段。会在睡眠这个 App 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，比如说有互动式的睡眠阶段图啊、睡眠时间、心率、呼吸速率等等的，都可以在图表上面看到。接下来 Apple Watch 的用药上面，把它放到健康里面，所以你在吃一些药物啊、维他命啊、健康食品，都可以建立药物清单，可以排程，甚至可以提醒你。这就是 iPhone 好用的健康功能。我们看一下图片，这边告诉你说你有得到 AFib， 跟过去的来做对比。这边是更仔细的登山的表面，后面这边就是你怎么样爬这座山的一些历史资料。是告诉你说你跑步的时候有在不同的区域里面，比如说你跑得比较快啊，你跑得比较慢，它就会分不同的区域。你提前超前了，或者是你落后了，它都可以在表面上面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的进度在哪里。这边呢是你睡觉的一些资料，你是深度睡眠呢，还是你是快速动眼期比较前面，可以一个图表快速让你知道说你的睡眠状态。记得提醒你要吃药，那你有吃的话，你就直接说你是 taken。你如果不想吃，或是你跳过，你可以按 skipped， 或者你可以 reschedule 之后再吃。看一下它 Apple Watch Series 8系列，它还是保持了41mm 和45mm 这两种尺寸，更多的表带。颜色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是星光色、太空灰、银色、dark red、不锈钢。铝合金的颜色其实变少蛮多的，少了绿色跟蓝色，不锈钢的石墨色还有金色，所以它颜色就变得更精简，是因为它推出一个新的机型。Apple Watch 的 Nike 版和 Hermes 版都有更多的活泼的颜色。这边有 Just Do It 的编织商标在它的 Nike 版的手表带上面。Nike 版呢比较特别的是它有更多漂亮的表面，一般 Apple Watch 是没有的。如果价钱差不多，你可以买 Nike 版，当然就买 Nike 版啦，因为你有更多更好的表面。不喜欢 Nike， 当然就选择一般版就可以。爱马仕版本的，这是它推出的是有皮、有 H 表面的皮、不锈钢这两种去做搭配的一个表带。表带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漂亮，表面是服务器马的一个表面，动画是让马沉睡。垂显萤幕的时候是沉睡的样子，拿起来的时候这个马就会活生生的跳出来的样子。双圈的和单圈的这个马的表面是长这样。Apple Watch SE 有做一些升级，比如说它可以用家人共享设定，不见得要 iPhone， 你可以帮你的小朋友，他只有 Apple Watch 是可以的。你可以帮你的小朋友去设定说，你要用新的 Apple Watch。这是 Apple Watch Series 8跟 Apple Watch Ultra、Apple Watch SE 2代都有一样的 S8 SIP 的这个双核心处理器，比上一代快了20%，所以这一次终于升级了处理器。上一代是没有升级处理器的，它车祸侦测还有国际漫游功能，这一次跟 S8 一样都有推出。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少了一些 sensor 的 Series 8，所以它叫 SE， 价钱也比较便宜，大概7500块台币左右。这边是灰绿色的表带，午夜色的壳，这边是星光色单环的表带，这个是银色还有粉红色的表带。sensor 就比较简单一些，原本旁边它是用玻璃的材质，这次使用尼龙的复合材质，可能会比较轻哦。虽然我觉得玻璃可能质感比较好，但是尼龙可能就比较轻一些。Apple Watch SE 维持原有的表壳设计，具备尼龙复合材料的后表壳，比较轻盈。Watch OS 9可以让它享受新的指南针功能，有健身和健康的功能，一共是40跟44厘米的铝合金表壳，边框会出一点点的午夜色、星光色和银色，会搭配各式各样的 Apple Watch 表带。环境的部分 ，Apple Watch 怎么样比较环保，将环境的冲击降到最低，都是用100%的铝合金再生铝来制成。那这个触感引擎就是 Taptic Engine， 是100%的再生钨的金属，稀土材料都是用100%的稀土，再生稀土，非常的环保。还有对隐私权做一些保护。这边就是它的价格 ，Apple Watch Series 8是12900块起跳 ，Apple Watch SE 是7900块台币。9月16就开始供货咯。Watch OS 升级的时间是9月12号，这是 Apple Watch 的部分。